九条沙罗表面上是一位不苟言笑、做事雷厉风行、循规蹈矩的人，小时候在军中训练时，甚至被误以为是男孩子，但实际上的九条是一位究极雷神畜。在雷电将军机器人偶推出的当天，他一大早就排在了购买队伍的首位，这件事甚至登上了当时道奇的热搜。不仅如此，他还和荒龙一斗传出过绯闻，虽然本人对此并没有回应，还表示见到一斗就头大，但这张合影照片就是最好的证据，我他妈到底在讲什么东西。大家好，我是思凡，本期给大家带来的是九条沙罗的全攻略攻略。作为天理奉行的现役大将，九条的职责就是侍奉将军大人，剧情里如此，在玩家手里也是如此。作为目前雷系唯一的辅助，买命九条对雷神的提升非常大，雷九之间的契合度也非常高，而且九条本身的伤害能力也是不俗的，所以严格来说，九条是一名拥有辅助能力的副 C。我本人也建议按这个方向培养九条。按照惯例，我们先说九条的普攻重击，只有保持心、弓、箭三位一体，才能命中正骨。九条的普攻重击动作非常的干练，身体也是站得笔直，不像其他弓箭手一样一点也不花里胡哨，还是很有日本道场内味的。九条的蓄力射击射出去之后的箭，虽然看上去有范围伤害的特效，但实际上还是单体伤害。我们利用特效的范围去打怪，怪是不会受到伤害的，只有打到了身体上才行。元素战技鸦羽天狗雷霆照咒，九条会向后瞬移，也就是后撤步，然后会获得一个18秒的物语护持效果。这时候我们可以在九条的右手上看到雷电的特效，这就是护持效果的特效。此时我们使出蓄力箭就能射出一发物语，物语会在射出去之后的 1.5 秒发生爆炸，在球形范围内造成雷伤。如果此时场上有角色在伤害范围之内的，那么该角色就会基于九条的基础攻击力获得攻击力加成。注意是场上角色，场下角色是吃不到 buff 的。关于这个元素战技有几个注意点：一，该战技的后撤步并不是瞬移，和罗莎利亚战技、克勤战技一样，本质是属于快速移动，所以并不能穿过较高的障碍物，低一点的石堆是可以穿过去的。二，该后撤步在没有怪的情况下是默认按角色的反方向移动的，但若是在有怪的情况下，会优先远离怪物，若是被一群怪包围，则会默认远离您攻击锁定的怪。三，乌语会默认留在地面，如果你射到了怪物，那么乌语会在怪脚底下生成，如果你射在墙上，那么乌语会自己寻找可停留的地面，根据墙体的复杂程度，可能会在墙底，也有可能会停留在墙顶，允许的话也可能会在中间，也说不定。四，乌语的实际伤害范围并不是一个完整的球体，若是在较高地势爆炸，那么下方的怪是吃不到伤害的，同理我们也吃不到攻击力加成。五，拥有护持效果的箭矢是有飞行距离限制的，若是在空中停留太久，箭矢是会自己消失的，这点和萧公的烟花是一样的。六，物语是会延迟爆炸的，而只有在它爆炸之后，仍旧处于伤害范围内的角色才能吃到攻击加成，所以我们给角色吃 buff 时就需要注意，特别是能锁命板的角色，手一定不能按得太快。延迟爆炸的设计还是有益的，给我们预留了足够多的切人时间，再加上5星角色的大招都有过场动画，切人加动画一般都会大于 1.5 秒，所以大部分情况下我们是可以做到切人开大的同时吃到 buff 的，比如最佳队友雷神。但像是一些4星角色就需要注意一下了，如果你的九条解锁了2名，那么在我们后撤步的同时，会在原地留下一个乌语，这个乌语的伤害只有原本的 30%， 但攻击力的加成效果是和原本一样的，后撤步并不会撤出乌语的伤害范围，这点大可不必担心。虽说技能描述是在原本位置留下乌语，但实际上乌语是在角色原本位置的身后生成的，这就会导致出现一种情况，若是我们在高处地形的边缘使用战技，例如丘人哨塔，虽然由于游戏机制我们的后撤步不会使角色掉下去，但生成的乌语就不会管这个了。前面说了，乌语是会自己找落脚点的，所以此时乌语是会出现在地面的，这就很尴尬了。这时候就需要我们在释放战技时离地形边缘稍微远一点了。那么了解了以上信息，最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个战技，乌语护持18秒，冷却10秒，加攻效果6秒。单看这些我们不难发现，解锁了2名的九条，加攻效果实际上是可以全程覆盖的。可是为什么就是感觉不好用呢？就是没有班尼特好使。首先第一个原因是因为九条的加工方式比较繁琐，第一，我们需要等待 1.5 秒的延迟爆炸，第二，我们得站在伤害范围内，一旦我们错过爆炸时机，那就吃不到 buff 了。而班尼特大招能一直持续12秒，而且还有奶，能帮你省一个位置。论班尼特为什么是神？当然以上问题其实都还好，都是可以克服的。最主要的原因是这个加攻击的 buff 只有6秒的持续时间，而想要全程覆盖，我们必须不停的切人，这个限制是非常大的。有什么主 C 的输出时间是在6秒左右的？在我看来好像只有雷神、克勤。雷神大招7秒，克勤的 A 中 EQE 也都是在6秒左右，而若是给其他主 C 用，
就是突出一个手忙脚乱，隔6秒切人生 buff， 隔6秒切人生 buff， 想着能全程加伤好像挺美的，但实际上这是在破坏一个成型队伍的输出节奏。很多主 C 都有适合自己的输出时间轴，10秒就是10秒，12秒就是12秒，一旦打破得不偿失。其实说到雷系，我也很容易想到能不能给 Ura 当超导工具人，但我说实话真的不是很好用。虽然 Ura 的平砍能全程吃到 buff， 但大招基本上是吃不到的，想吃到就得切人提前引爆，而这个时机真的很难去把握。6秒真的太短了，而且不停切人会浪费比较多的时间。除了雷神可行之外，能比较好吃到9条加工 buff 的，就只有那些能锁面板的技能了，像是香菱的大招、北斗的大招、奥兹等都是很不错的选择。遗憾的是，雷神和北斗是搭配不了的。雷神的大招平砍并不能触发北斗的灼雷，原因我在雷神攻略里讲过，就不重复了。那么关于9条元素战绩就先说到这里，下面说一说元素爆发。9条会在目标位置降下天狗咒雷、金刚坏，造成范围雷伤，之后金刚坏会变成4道雷力，向4周散开。如果你解锁了4命，那么就是6道雷力。这个大招同样会提高角色的攻击力，加工条件和战绩的一致，需要在大招的伤害范围内才能吃到。大招的攻击力加成和战绩的攻击力加成是一样的，也就是说大招的攻击力加成也是看战绩的等级的，所以很明显9条主义副 Q。 另外大招的加工效果和战绩的加工效果是无法叠加的，无论谁先谁后，后者都会覆盖前者，刷新 buff 的持续时间。和战绩不同，9条大招由于雷力的存在，算是有一定的驻场时间的，所以极限一点，我们是可以让2名队友都吃到加工 buff 的。具体怎么操作呢？首先，金刚坏是瞬发伤害，立马切人是吃不到 buff 的，而雷力会朝4面散开，且必有一道雷光是会正面朝向角色释放瞬间的位置散开的。所以想利用大招加伤的话，最简单的做法就是站在原地切人等待。假如我们的手速足够快，一直按切人去追雷力的话，就可以做到让2个角色都吃到 buff。这点我也是在上次的派门问答里才知道的，不过实战意义并不是很大，能比较好利用这点的也只有能锁面板的角色了。而这个操作我们起码要在短时间内连续切人4次，实战中还是不建议这么玩。9条大招伤害倍率是非常高的，10级 737.3%， 再加上4道能持续造成伤害的雷力，总倍率在4星里已经非常恐怖了。说实话，我第一眼看到这倍率时还以为是5星，不过雷力的伤害基本上是吃不满的，特别是体型不大的敌人，能吃到2、3次就谢天谢地了，也就只有驼子哥能吃个7、8、8。不过用来当个附加的小型 AOE 打打小怪还是很满足的。高倍率自然也是有代价的，80能量的大招对于9条来说是很难充满的。9条战绩产球稳定3颗，且只有蓄力剑的物语打出伤害后才能产球，即便解锁了2名，后撤步留下的物语也是不会产球的，10秒3颗，可以说自冲是相当困难了。而且9条身为辅助，基本是不会站场的。再次强调，需要1名雷系充电宝，雷神最佳，小艾米也不错，固有天赋4，护持状态下的9条瞄准射击的蓄力时间减少 60%， 这点很友好，算是频繁切人的一点安慰。固有天赋5，元素战绩的物语命中敌人后，会基于9条的元素充能效率给全队角色回复能量，每 100% 只有可怜的 1.2， 且有3秒的 CD 限制。假设有200充能效率，解锁了2命的9条，一次战绩也不过是 2.4 乘以2的能量回复，提升非常的有限。命座9条一命是减少战绩的 CD， 当咒雷命中敌人又或是给角色施加 buff 时，会减少1秒的元素战绩 CD。 不过由于有3秒的时间限制，所以当2个条件同时满足时，也仅能减少1秒 CD， 实际作用非常有限。而且在解锁了2命之后，加工效果已经可以全程覆盖了，1命的效果可以说基本上没有什么用了。24命前面有提，不再赘述。6命会提高得到攻击 buff 加成的角色的 60% 的雷元素爆伤，实际对雷系来说提升是非常大的。不过由于是只有拥有攻击 buff 的角色才能吃到该加成，所以实际的持续时间也和攻击 buff 的时间一样，只有6秒，并无 CD 的限制。同时也正是因为该前置条件，该爆伤的加成是实时的，是不能被锁住的。虽然攻击力加成能被锁住，但实际上6秒后的加工 buff 状态是已经消失了的，所以该爆伤的加成也会连带消失。而且我们可以发现，这个爆伤的加成并不会体现在面板上，自然也就锁不住了。这个6米9条直接放大的话是吃不到爆伤加成的，9条自己想要吃到加成的话，还是需要用战绩的物语给自己上 buff。6米的9条给雷系带来的提升是非常大的，不论是雷神、北斗、克勤、菲谢尔还是丽莎，都能得到非常不错的提升。也正是因为6米奠定了9条最强雷系辅助的地位。虽然雷系好像也没什么辅助，但像是砂糖半以特什么的，怎么说也是碰瓷不了满09条的。配装思路，首先9条非常缺充能，所以剩遗物方面我们选择4绝缘是最好的，4宗室也可以用，但开不出大的话也没有什么意义。
各部位优先选择抽伤爆。武器的话，由于9条是基于攻击力给角色加伤的，那么高白值的武器肯定是最优选，副死条还是建议首选充能，其次看效果。所以总体来看，5星武器首选周末接探之师，次选天空之翼，其他5星弓看情况给吧。需要注意，周末和苍古的效果是不能叠加的，因为他们都属于千眼大乐章系列武器，所以如果你玩的是雷9万般的话，需要注意一下。但说实话，也没有比这2把更好的武器了。4星武器推荐：祭礼、暗象、蒙云之月。细分弓也能用，就是白值比较低。祭礼弓白值和复数型都不错，就是这效果9条其实用不太上，相当于是白板了。蒙云之月能极大提高9条的大招爆发，非常不错，就是循环可能会出点问题。暗象猎手的效果对于会频繁切人的9条来说其实也不够友好，总体来说还是在祭礼、蒙云之月和细分弓里面选。队伍搭配，先说说雷9万般，我没有万叶就用琴仙代替了。首先这个阵容的爆发非常的高，雷神作为战场主 C， 大招循环也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，基本可以造一轮大招完立马接下一轮。但缺点是这套阵容的造价非常贵，我们需要有2命雷神，满命9条，再加上万叶和班尼特。0命雷神当然也可以用，但输出是远不如2命的。想玩雷神战场输出，我还是建议2命起步。有一说一，这套阵容很强，但有一个很致命的缺点，那就是伤害太高了，一旦雷神一刀把怪劈死了，雷神和9条充能会立马压货。所以我的建议是，万般太奢侈，其实给一个分析奶妈就足够了，实在不行再给一个班尼特。打现在的深渊照样是乱杀的。说一出这套阵容的手法吧，雷神新手 E， 然后接9条 E 给自己吃 buff， 切琴扩散减雷抗，再切班尼特放大，再切9条蓄力接大招，最后切雷神上场开大，然后一直 A 到大招结束，依次往复。总之还是挺复杂的，脑子会了，手不一定会。最重要的还是让雷神同时知道班尼特、9条和减抗3种 buff， 操作顺序还是挺重要的，需要多练。当然我们也是可以把雷神换成克勤的，前面也说了，克勤的输出轴是很适合9条的，操作大差不差，就是输出可能会低点吧。除了战场 C， 我们也得考虑可以索命买的后台副 C。9条可以和北斗搭配，但2人的充能都是大问题。然后因为有北斗，所以首先排除雷神，那么这个充电宝就只能是小艾米了。最后还剩一个位置，我们可以选择一个分奶走纯雷伤队，也可以选择星海走感电队。3名角色其实都不太适合战场，所以星海可能会是更好的选择。不过说实话，我这有点硬找就业的嫌疑。9条换成砂糖，其实感电队会更好，因为感电、超载这类巨变反应是无法暴击的，是吃不到9条的6命加成的。所以实际上9条还是更适合在雷队就业，其他阵容感觉也没有特别适合9条的。那么以上就是关于9条攻略的全部内容了。9条是成女，而且声音很飒。当初 PV 一句话，我会倾尽一切来捍卫家族的荣誉。我就下定决心要抽到他。本来打算等他第2次进池子就立马出攻略的，没想到他直接和雷神一起复刻了。虽然攻略出的有点晚，但我还是很喜欢9条的。我强烈建议米哈游多来点成女角色，之后我会马上出星海的攻略的。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吧。